加沙战场两头发展，哈马斯后备资金被 IDF 发现，加沙50米深地下枢纽被破坏，哈马斯末日将近。胡塞武装无差别进攻商船，美军拉起10国维稳部队，第3个航母打击群正在前往中东，世界最强压迫感降临红海。朝鲜抗议发射导弹，邻国害怕急忙安抚，世界很乱，事情挺多，听大兵一个一个来说。这2天，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战斗迎来了重大进展。以色列已经找到了哈马斯的基本盘。12月17号，以军第551旅在加沙北部贾巴利亚地区捣毁了一个哈马斯基地，并从一名哈马斯高级成员家中搜出了价值约500万新谢克尔的资金和许多武器。500万新谢克尔约为136万4219美元。这要兑换成武器又将是一场腥风血雨。而且在加沙北部发现了最大规模的哈马斯隧道，全长4公里，深入地下50米，隧道宽度足以让一辆大型车辆通过，配有铁轨、电力、通风和通信系统。隧道并未延伸至以色列境内，止于艾雷兹过境点400米处，可以说这算是哈马斯地下世界的枢纽之一了。咱们把整个隧道看成交通网的话，这次发现的这个隧道很明显是连接各处的关键，而且以军可以由此顺藤摸瓜，发现更多哈马斯不为人知的秘密。但看 IDF 的意思他们并没有顺着走下去的想法，更多的是捣毁以及灌水。毕竟在地下作战的话，会让以军的损失进一步增加。在加沙地带的南部，以军持续轰炸汉尤尼斯，哈马斯趁机搞了一次反击，摧毁了一辆梅卡瓦坦克以及9名 IDF 士兵。随后以军包围了这里，与哈马斯展开了激烈交火。加沙地带中部也迎来了轰炸，应该是看到哈马斯成员再次活跃，才招来了频繁的轰炸。在约旦河西岸，以军持续镇压当地的武装分子，这些武装分子相比哈马斯更加激进，属于巴勒斯坦当地的激进派，镇压难度不亚于加沙地带的哈马斯。而且 IDF 在约旦河西岸的巷战中第一次投入使用了无人机 Firefly 萤火虫，这种无人机在希伯来语中被称为 MOAZ， 由以色列拉斐尔制造。Firefly 重3公斤，由2个电机驱动同轴底座，可以在攻击模式下承载350克的全向爆炸破片弹头，并且自主飞行，提供超视距杀伤力。以色列国防军确实是下了大功夫，但此地的暴力事件还在升级。如果只把哈以冲突限定在加沙地带的话，法塔赫控制的约旦河西岸的治安问题就属于战事外溢了。只是以军不断分心，可能会影响其他战线的行进进度了。在以色列的北部 ，IDF 的炮兵持续输出。由于哈马斯不给力以色列投入了更多的兵力在此，空军也加大了轰炸的行列。在此有约8万以色列人离开定居点。对面的黎巴嫩武装在 IDF 的持续高压下彻底哑火，只能在没有人驻扎的山区空放榴弹炮表示反击。可以看出两边实力差距巨大，一旦以色列发起地面行动，将会是另外一场碾压局。黎巴嫩武装最好的结果应该是和谈，而不是不停的挨揍。下面就要进入最近最火爆的地区了。昨天大兵就聊过这里的战事，就不在此重复了。想要了解前情的朋友可以去看看昨天的战报。当然，想要了解美军与胡塞武装全过程的，可以看更早的这期视频。不啰嗦，上干货。咱们接着从12月18号开始，在英法美3国相继出手拦截导弹后，也门胡塞武装并没有收手，而是在当天晚上继续袭击过往船只。18号下午18点左右，2艘货船再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不多时，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他们这次袭击的船只只与以色列有关，但世界各国的利益都已经受损。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最新一轮袭击再次表明胡塞武装的行动给国际海运造成了巨大风险。伦敦保险市场已经将红海南部水域列为高风险区域，商船如需经过这一区域，必须提前告知保险商，并额外购买战争险。如果红海及其周边海域的紧张局势加剧，国际海运持续受到干扰，国际供应链将难免遭受冲击。
胡塞武装针对国际海运的袭击将提高货物运输的安全成本，从而抬高商品价格，西方经济和全球供应链将会受到很大影响。于是，在12月19号早上，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正式宣布在红海和亚丁湾启动繁荣卫士行动。该行动将至少涉及10个国家组成的多国海上联盟，其中包括美国、英国、巴林、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塞舌尔和西班牙。他们将应对红海区域的安全挑战，同时确保航行自由。从这张图上就能看出这次行动可是憋了个大招。红海海域、曼德海峡、亚丁湾、波斯湾、阿曼湾已经全部被这个海上联盟包围了，而且不止水上，连附近美军基地的 A10也已经起飞，开始在中东地区执行巡飞任务。要知道 A10是可以打击地面坦克目标的，众所周知哈马斯那是没有坦克的，所以你猜它起飞是干什么的？不过呢，这2天都不是美军给胡塞武装的最大惊喜，因为中东可能迎来美国海军的第3艘航母了。有消息显示，由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率领的第1航母战斗群正在向西移动，12月17号中午已经抵达新加坡，但今天才有消息传出，随着中东局势升温，这个位置呢将会使它立于不败之地，只需要大约5到7天，它就能抵达也门区域。而且最近也门胡塞武装的嚣张做法，大兵相信3艘航母齐聚中东不是梦。卡尔文森号搭载着第2航舰航空联队，同时有神盾巡洋舰普林斯顿号、神盾驱逐舰基德号、史特瑞特号等，组成美国第1航母打击群。根据大兵得到的消息综合分析，卡尔文森号来到中东地区后，将会补充现在埃森豪威尔号航母的位置，而埃森豪威尔号呢，将会前往红海海域，守在也门门口的曼德海峡，再与地中海海域的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形成对中东地区的全面包围。从地图上看呢，更直接一些。咱们从航母搭载的 FA-18 最远的3330公里航程来看，中东地区会完全覆盖在航母的打击范围内。可以说，中东地区的压力已经来到了历史新高。要知道，即便是美军动手的海湾战争，参战的也不过6艘航母。不过，如果只是战略威慑，一次出动3个航母打击群，那属实是有点奢侈了。所以大兵怀疑美军可能还有下一步动作，并且场面不会太小。毕竟从以前美军的水面联合演习强度来看，3支核动力航母打击群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要知道，3艘航母在5天内最大可以出动3000架次舰载机，其中约2300个攻击架次，投弹总计超过1800吨。这还只是航母舰载机的攻击能力，再加上为航母护航的宙斯盾导弹巡洋舰、驱逐舰，战斗力则更加惊人。每艘巡洋舰的垂发系统最多可以装122枚导弹，每艘驱逐舰的垂发系统可以装载96枚导弹。如果按照一半搭载战斧巡航导弹计算，这些水面舰艇上搭载的战斧巡航导弹的数量将造成惊人的破坏力，几乎相当于3个中等国家海军的总和。也就是说，也门胡塞武装这次实实在在是踢到铁板上了。总的来说呢，加沙地带战事由于中东地区各种复杂因素已经外溢得非常严重了，再加上胡塞武装无意义的攻击加剧，更大规模战事随时可能爆发。相比之下，俄乌战场真是安静的要命。不但战线毫无变化，连在阿夫迪夫卡进攻的俄军也减缓了攻势，这一看就是准备回家过年的节奏了。泽连斯基还在为入盟努力。根据媒体报道，欧盟正在考虑批准一项在2024到2027年向乌克兰提供500亿欧元援助计划的协议。而且即便在战火纷飞的地区，基辅依然成为了乌克兰人向往的地方。有实验室根据当地福祉指数，首次对乌克兰地区进行了排名。基辅是唯一一个经济机会指数值为正值的地区。人们对自己所在地的情感感知、公民安全水平、教育和医疗水平、所在地区的宜居性、经济机会，对他们城市和村庄进行评分。根据当地幸福指数，基辅在地区排名中位列第1，所以乌克兰还是有希望的。
另外，根据乌克兰国防部报道，2023年拉脱维亚帮助乌克兰军人的训练量增加了4倍之多。在基辅举行的国防部代表会议上，米克拉·胡本上校表示，从2022年以来，在拉脱维亚方面的协助下，有约350名士兵在多个领域接受了培训，这些培训大大提高了培训人员的质量。除此之外，亚洲也发生了一些情况。12月18号，日本防卫省表示，上午8点30分左右发射的朝鲜弹道导弹仍然在空中飞行，并且已经飞行了大约25分钟，包括在18号凌晨朝鲜单独发射的1枚短程导弹，共发射了2枚未知导弹，其中可能包括1枚洲际弹道导弹。由于朝鲜未告知任何国家这次行动，这让两国都感到很惊悚。日本称这可能是1枚洲际弹道导弹。18号晚上10点38分，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3点38分，朝鲜发射的短程导弹飞行了约570公里后落入大海。另一枚导弹飞行了约1000公里后落入大海。很多人猜测这次导弹发射恰逢其领导人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的周年纪念日，有一定的纪念意义。但这样冷不丁的突然发射导弹，估计邻国的体验会很不好。只希望别再挑起事端了，毕竟这个世界已经够乱了。好了，今天战报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明日战报再见。